瑞典宣布援乌战略装备，乌克兰将首次装备空中预警机。为了给 F-16 战机让路，瑞典暂停交付鹰狮战斗机。空中预警机与 F-16 同时装备，能否帮助乌军重建空中优势？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呈一纸空文，继北约、美国以及俄罗斯相继退出之后，白俄也宣布退出。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再次击落美军无人机，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即将结束的5月份，俄军通过开辟哈尔科夫战场，使得整体僵持的战场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军也在多条战线取得突破，幸好乌军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的控制权。在前线局势失利的情况下，泽连斯基又开启了欧洲行，寻求多国援助，而此次获得援助超乎了火力军的想象。目前，泽连斯基已经相继访问了西班牙、比利时以及葡萄牙，并与3个国家分别签署了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而3个国家呢也没有吝啬，西班牙提供了 12.3 亿美元的援助，比利时提供了10亿美元与30架 F-16 战机的援助，葡萄牙也提供了 1.36 亿美元的援助。算上前段时间美国追加的20亿美元，乌克兰在近期获得援助基本足够下半年作战使用了。但这还没完，除了上述3个国家的援助以外，作为北约新晋成员的瑞典为乌克兰奉献了一个大礼包，价值133亿瑞典克朗，折合 12.5 亿美元。根据瑞典国防部公布的消息，此次瑞典将向乌克兰提供 PBV-302 履带式步兵战车、155毫米炮弹以及军用油罐车等后勤装备。除此之外，乌克兰还获得了战略性装备，瑞典将为其提供 ASC-890 预警机。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首次为乌克兰提供空中预警机，意义非比寻常。要知道，在乌克兰的空军历史上，还从未装备过空中预警机。此次瑞典援助的是空军现役 ASC-890 预警机，结束了乌克兰空军没有空中预警机的历史。ASC-890 空中预警机是瑞典萨博防务集团在萨博340运输机基础上改装而来的一款空中预警机。除了装备瑞典空军以外呢，波兰、泰国、希腊以及阿联酋等国家也在装备 ASC-890 空中预警机。除此之外，巴基斯坦空军还装备了升级加强版的萨博2000。由于 ASC-890 预警机是在轻型涡扇动力公务机基础上改造而来，使得预警机的尺寸并不大，起飞重量仅有13吨，长度不足21米，臂展也不超过22米。在这种机身上安装长度8米的雷达还是有点紧凑的，这可能会对探测范围造成一定的影响。ASC-890 空中预警机配备了爱立眼公司研发的 PS-890 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范围可以达到450公里，在6100米高空开机时，可以追踪300公里至400公里范围内的飞机、导弹以及舰艇等目标，拥有120度的正面扫描区域与150度的两侧扫描区域。这就意味着这款雷达在执行任务时，雷达后方会有一个20度左右的探测盲区。不过呢，这对预警任务来说影响并不大，因为预警机在一般情况下不用深入战场领空，只需要保持机手对准战斗区域，扫描盲区是不会影响预警效果的，并且还装备了 Link-16 数据链系统，可与其他北约制式装备进行深度通信。这就意味着在北约援乌的 F-16 装备乌军之后，是能与 ASC-890 空中预警机协同作战的。作为一款侦察预警平台， ASC-890 可以为执行任务的战斗机提供目标指引、目标锁定等服务。相较于荷兰、丹麦以及比利时等国家，援助 F-16 战机所带来的制空能力，空中预警机能为乌克兰空军带来的帮助更大，尤其是在整体空情感知方面。其实，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北约的 E3 等空中预警机一直在战场边缘徘徊飞行，期待为乌克兰提供各种情报。但相较于只能在战场边缘飞行的 E3， ASC-890 在装备乌军之后，将有能力在更加贴近俄罗斯空域的地点飞行，能为乌军提供更加精确准实的对空拦截与对陆海打击情报。尽管 ASC-890 的续航时间比较短，仅能达到5个小时，但这并不妨碍 ASC-890 在战斗中发挥出关键作用，尤其是与援乌 F-16 进行协同作战时。目前，瑞典空军装备了2架 ASC-890 空中预警机。按照瑞典空军预警机更新换代计划，这2架预警机在援助乌克兰空军之后，
瑞典将装备最新的萨博全球眼预警机，而这也将改变乌克兰空军没有空中预警机的历史。不仅如此，瑞典除了直接提供 SAC-890 以外，还将为乌克兰提供空中监视和指挥系统培训，以及技术设备支持等。也就是说，在乌克兰装备 SAC-890 之后，将享受萨博公司正规军火客户级别的整套后勤服务保障。考虑到俄军目前的预警机损失，已经有2架 A50U 被击落，只剩下6架可用。尽管乌军 F-16面对空天军苏57并不能占据明显优势，但凭借空中预警机的加持，依旧能为俄空天军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瑞典还宣布将暂缓援乌鹰狮战斗机。根据媒体报道，瑞典国防部表示将暂停向乌克兰派遣鹰狮战斗机的计划。这个决定主要是为了向 F-16战机让路，尤其是在瑞典援助空中预警机之后，让 F-16与其进行配合，可能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瑞典之所以计划援助鹰狮战斗机，主要是当时乌克兰引进 F-16一波三折，北约不断推迟援助，甚至比承诺的时间晚了半年。乌克兰担心 F-16援助计划泡汤，于是便与瑞典洽谈，希望引进鹰狮战斗机。当时瑞典就同意了鹰狮作为 F-16的后备方案，并派遣萨博工作人员来评估援乌鹰狮的可能性。如今各国纷纷大力援助 F-16，瑞典觉得乌克兰当务之急是尽快装备 F-16战机，如果此次再推进鹰狮战斗机，势必会影响乌军装备 F-16的进程。根据此前媒体报道，首批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在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完成了 F-16战机的训练任务。比如丹麦积极响应，计划在年底将 F-16交付乌军。比利时也宣布将援助30架，等待这批战机抵达战场之后，加上瑞典援助的预警机，俄军将面临多达近100架 F-16与预警机的联合打击。不过有一点，火力军还是要提醒一下，瑞典只是暂缓援乌鹰狮战斗机，而不是暂停。按照瑞典的说法，等到了2025年，鹰狮还是有希望加入乌军的。接下来是关于白俄的最新消息。5月29日，白俄罗斯国家法律网站显示，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已经在5月24日签署了一项法律，终止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这是一项保持欧洲军事平衡的条约，限制各成员国的军备发展，是在1990年签署的。在冷战时期，北约与华约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双方都在大量生产，完全不管这些武器会不会超出必要的数量。总之就是，无论什么武器，我都要比你更多。但由于长时间的军备竞赛，使得各国军费开支不断暴涨，给各国的经济造成了沉重负担。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深陷阿富汗战场，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开始实行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采取了战略性撤退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得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华约与北约之间的对峙局面也有些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不稳定的因素，比如军备竞赛，各国展开了一系列谈判。在1990年，华约与北约这2个超级军事集团在巴黎达成了一项协议——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将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地区划分为限制区域，并分为中欧区、中欧扩大区、大西洋乌拉尔区以及侧翼区等4个分区。双方在各分区内部署的坦克、装甲车以及火炮数量均受到严格限制。在这个限制区域内，双方目前拥有和储备的陆军装备数量为2万辆坦克、3万辆装甲车、2万门火炮、6800架作战飞机以及2000架攻击型直升机。为了防止某个国家装备过多的常规武器，条约还规定2个军事集团汇总的任何国家所拥有的常规武器数量不得超过双方总限额的 33.7% 至 37.8%。为了确保所有国家遵守条约，还为此建立了核查制度，包括情报交换、现场核查与质疑核查，并规定双方每年要接受近100次核查。可以这样说，这项条约大幅限制了华约与北约在冷战前沿部署常规武器的潜力，同时还大幅减轻了军备竞赛的激烈程度，不仅让2大集团恢复平衡，同时还缓解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因此，这项条约还被称为欧洲安全的基石。但到了现在，这项条约的限制早已不存在了。因为在2003年，俄罗斯外交部宣布，自2023年11月7日起，俄罗斯完成了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全部程序。与此同时，美国与北约也在同一天发出通知，将暂停这份自1990年签署的条约。如今，白俄紧跟脚步，在今年宣布退出。
白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之所以会暂停这项条约，是因为欧洲现有的常规军备控制制度崩溃，以及局部冲突的紧张局势不断在升级。想要让白俄重新加入条约，北约就需要先恢复执行条约。外界认为，在俄乌战事没有结束之前，想要恢复这项条约的可能性非常小。接下来是关于红海地区的最新消息，胡塞武装再次击落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5月29日，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宣布，在29日当天，胡塞武装在马里布省上空利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根据现场照片显示，被击落的死神无人机坠落到沙漠之中，机身相对完整。根据统计，自去年10月7日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开始在红海地区袭击来往船只，美国也是第一时间前往该地区防御来自胡塞武装的袭击。直至今日，美军已经有6架 MQ9 无人机遭到击落。同时，在5月29日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在5月28日的晚上8点40分左右，美军摧毁了胡塞武装的2座导弹发射器，还在5月29日凌晨1点26分左右，还摧毁了红海上空的2架无人机。据俄罗斯相关媒体报道，近日，俄国防部表示，俄罗斯中部集群的炮兵班组使用 BM-21 冰雹多管火箭炮对乌克兰阿夫杰耶夫卡地区的乌军有生力量和经过伪装装备集结区实施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BM-21 的整套系统是由 BM-21 发射车和 M21OF 火箭弹组成，火箭弹属于122毫米火箭式杀伤爆破弹，俄军在15公里外齐射。侦察分队并派出海鹰30无人综合系统对打击区域的情况做了检查。俄国防部公布统计数据称，在这次作战任务期间，乌克兰损失了约100名军人、3辆步战车以及多套通讯和观察设备。根据相关报道，前不久，一架德国的 EF-2000 战斗机在降落的过程中发生了事故，撞上了一架无人机。这起事故发生在德国曼兴机场以东约300公尺的无人区上空。相关部门调查后表示，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战机飞行员没有第一时间注意到，在飞行结束后进行检查的时候才发现一些损坏。根据报道 ，EF-2000 战机的损毁程度并不是很严重。据最新媒体报道，近日相关媒体发布了一架 F-35的坠机视频。视频中，这架联合攻击战斗机在阿尔伯克基国际太阳港机场外坠毁。这个机场和墨西哥州科特兰空军基地位于同一地点。参加救援的消防官员称，飞行员进行了安全弹射，虽然幸存了下来，但伤势非常的严重，已经被送往了当地的医院。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他们将根据提供的任何信息，及时地更新这次事故的后续报道。根据相关的报道，近日 Roboteam 宣布，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从他们公司采购130多个微型战术地面机器人系统，总价值大约3000万美元。而这个订单协议只是一个更大订购协议中的一部分。根据协议中的内容 ，Roboteam 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约200台微型战术地面机器人装置以及相关的备件和维修服务。卫星战术地面机器人系统是一款轻巧多功能的战术地面机器人，专门为了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进行侦察、监控和远程操作而设计的，因此它有着高机动性、轻量化的设计和超高的便携性，让它更加的出名。除了这些，它还拥有爬楼梯和自动扶正等高级功能，适用于多种任务，包括爆炸物的处理、特种作战和战术机动等。它的设计坚固，功能多样化，确保它能够在室内和室外导航和克服各种现场挑战。Roboteam 制作的该系列机器人重量从 1.5 公斤到 1.2 吨不等，已经在30多个国家地区的一级国防和执法机构成功部署。这些平台由先进的软件和算法提供支持，并利用 MESH 通信技术，通过单个单元实现集中控制。这个技术能够让操作员轻松地管理多个系统，从而提高运营效率和有效性，使军队能够有效地执行任务，同时优先考虑士兵的安全。
根据最新报道，近日 STM 发表消息称，正在进行的 EFES 2024演习展示了这家土耳其公司开发的现代军舰和战术迷你无人机系统。这次演习是在伊兹密尔的 Seferihisar 举行，有来自50个国家的11000名人员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中，土耳其武装部队是主要的贡献者。他们利用在战斗中经过验证国家开发技术来增强土耳其武装部队的库存 STM 的关键资产，在 EFES 2024总发挥关键的作用，其中包括了 Milgem Ida 机船舶，这是土耳其第一个国家护卫舰项目的一部分。STM 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分包商，其中4艘护卫舰已经交付给了土耳其海军，并且正在参加实弹演习的阶段。除了这些，土耳其新潜艇项目 Type 2024中第一艘潜艇 Piraeus 也参与了这次展示。STM 在建造 Reis 级潜艇和使用先进的本土系统对 AY 和 Previsor 和 GUR 级潜艇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STM 的战术迷你无人机系统是以国家能力开发的，也出现在了土耳其武装部队手中。根据报道，近日波兰宣布决定购买美国的远程 JASSM-1R 空对地导弹，总价值达到了7.35美元。JASSM-1R 导弹是由美国为空军和国际合作伙伴开发，具有先进的能力，包括穿透敌方防空系统的低可观测弹体和允许从安全距离进行战略打击的射程。JASSM-1R 导弹的射程约为1000公里，这个攻击距离能够很好地增强波兰打击远距离威胁目标的能力，尤其是在俄乌冲突逐渐严重的情况下。波兰国防部认为，拥有这种远距离打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加强波兰对俄罗斯产生的潜在威胁，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目前，波兰已经是使用了射程为370公里的 JASSM 导弹，并与美国制造的 F-16战斗机进行了集成。新采购的 JASSM-1R 导弹将大大的扩展波兰的打击能力。这次购买 JASSM-1R 导弹，标志着波兰在增强防御力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次波兰军队购买美国导弹，是他们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部分。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米什和美国签署了相关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概述了这批导弹从2026到2030年的交付情况。除了 JASSM-1R 导弹外，波兰还要求美国提供其他先进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了多达745枚 AIM-120C8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和232枚 AIM-9X 响尾蛇 Block 2战术导弹，估计成本达到了36.8亿美元。美国总统拜登曾在与波兰领导人会晤时重申了对波兰的承诺，强调波兰是北约的重要盟友，宣布向波兰提供20亿美元的国外军事融资贷款，用以支持波兰的国防现代化。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瑞典援助乌克兰的预警机在搭配 F-16战机之后，能否在战场上反制俄罗斯空天军？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